我不去了，我这实力根本扛不住。风仙赶忙摆了摆手，向后退了退。陈平见状也不再管他了，而是双眼微闭，随后神识慢慢地朝着前面那一片区域靠近而去。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之下，陈平也不敢贸然地闯进去。伴随着陈平的神识慢慢地进入，很快脸色变得无比凝重起来，因为那一片区域中，陈平感受到了很多煞气非常重的恶魂。这些恶魂明显要比外面的凶恶，而且戾气很重。深吸一口气之后，陈平猛然睁开了双眼。他知道往往危险就代表着机遇，如今他刚突破到了化仙境9品，若是能够再提升一步，那就可以成为散仙，也就到了众人口中真正的仙人了。轰！陈平直接朝着那片区域冲去，刹那间，前面那一片如同血海的区域，一道金色光柱冲天而起，陈平的身躯瞬间被血海淹没，四周响起凄厉的声音，听起来就像是地狱中发出的一般。看到陈平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，风仙也是佩服不已。小子，你还真是有胆量，若是死在里面，可别怪我。风仙小声嘀咕着。很快，一道道可怕的气息向着四周蔓延，风仙不断地向后退去。但是很快，那些气息竟然被金光压制，慢慢地开始回笼。风仙神色变得惊讶无比，他不敢相信，陈平竟然连如此厉害的恶魂都压制住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就算陈平是金龙血脉，可毕竟陈平的境界只是化仙境呀。风仙死死盯着那片区域，同时城主牛虻也在透过铜镜紧张地看着。他此刻并不喜欢陈平死在炼狱场，若是陈平活着出来了，他倒是可以想办法靠近陈平，甚至拉拢陈平为自己所用。他甚至想到了用自己的女儿色诱陈平。在那片区域中，一道道可怕的煞气不断爆发，冲击着四周的空域。感受着那可怕的煞气，风仙也是震惊无比。他不明白陈平在那区域之中是否还存活着。就这种煞气，风仙知道自己怕是一刻都坚持不住。伴随着一道道可怕的煞气爆发，紧接着就被一道道金光淹没，这是陈平的血脉气息。此刻的陈平在疯狂地吸收着那些煞气，这样吸收不会爆体而亡吗？牛虻眉头微皱，双手攥在一起，为陈平捏了一把汗。要知道这片区域的恶魂煞气极重，如果一个控制不好，吸收了太多煞气，会被影响心智的。若是陈平因为吸收太多煞气而最后走火入魔，成了杀戮机器的话，那陈平的血脉再好也没用了。现在风仙和牛虻谁都看不到那片区域中的情况，也不知道陈平到底怎么样了，只能感受到一道道的煞气不断爆发，随后又被陈平的血脉气息压制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天1夜。风仙和牛虻两个人，一个在现场，一个透过铜镜，就目不转睛地看了1天1夜。轰！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突然那片区域整个的炸开，漫天的血海气息也开始缓缓消散。陈平一步步地走了出来，此刻的陈平整个人都被煞气包裹，那股滔天的杀戮之意不断在陈平体内冒出。感受着陈平体内的杀戮之意，风仙害怕了，躲得远远的，他怕陈平这家伙突然对自己动手。不过陈平双眼一片清明，他在用自己的血脉压制着那些煞气。突然，从陈平的体内一道金光冲天而起，伴随着阵阵龙吟之声，陈平身上的杀戮之意开始消退，身上包裹的那些煞气也在慢慢的消失。见到陈平身上的杀戮之意消退，风仙才敢慢慢的靠近。看着风仙那样子，陈平不由得一笑道：“前辈，实在抱歉，吓到你了。”“靠，你还真是吓到我了。”风仙见陈平真的没有事，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。若是陈平真的被煞气影响心智，对自己动手的话，风仙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抗得住。前辈，不知道这炼狱场还有其他地方拥有更加浓郁的煞气吗？陈平问道。没有了，
我在这里数百年，绝对是没有了。风仙赶忙摇头，他就算知道，也不敢带着陈平去了，太可怕了。陈平要是疯了，自己可就遭殃了。既然没有了，那我需要炼化体内煞气，彻底吸收才行，所以不陪着前辈了。陈平拿出镇魔塔，打算进入镇魔塔内修炼，把体内的煞气彻底吸收掉。现在陈平虽然没事，那是因为他在用自己的血脉压制而已。这是没事东西？风仙见状十分的好奇。一个小塔而已，前辈要不要进来坐坐？陈平问道。可以吗？风仙十分的好奇。当然。陈平说完，带着风仙直接进入了镇魔塔内。你这塔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啊，空空如也的，有啥好的？风仙满脸不解。前辈，你只需要在这里修炼就好，等出去的时候，你自然知道有什么好的了。说完，陈平盘膝而坐，并不管那风仙了。风仙见状，而已跟着坐下开始修炼。眨眼间，数十日过去了。陈平彻底吸收了那些煞气，同时实力竟然达到了化仙境9品巅峰，只差一步就可以突破到散仙境了。不知道到达散仙境之后，自己的境界还能提升这么快吗？陈平有些感慨地说道。你这塔里面连点资源仙气都没有，修炼起来也没意思。风仙见陈平修炼结束，于是抱怨地说道。陈平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带着风仙离开了镇魔塔。而此刻的牛虻看着陈平和风仙离开，进入镇魔塔内，可过了短短数个时辰，两人就出来了。风仙此刻还没有察觉出有什么异样，于是问道：这出来了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，这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？陈平淡淡一笑道：前辈，你觉得我们在塔内修炼了多久？风仙眉头微皱道：几十个日夜应该有吧。陈平点了点头，不错，我们确实修了几十个日夜，只不过在这外界只是过了几个时辰罢了。什么？风仙大惊，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这塔是个时间法器吗？可以改变时间流速？这外界1年，塔内就是100年。陈平说道。靠！风仙满脸震惊，你这意思？我在炼狱场待了数百年，若是用你这塔，只需要区数年就行呗。正是如此。陈平点了点头。我靠，难怪你小子如此年轻，就有这种实力，有这种宝物，别人辛苦修炼数年，而你就可以修炼数百年修为，你这也太牛逼了。风仙看着陈平手里的镇魔塔，眼中满是羡慕。前辈若是需要，可以随时进入这塔内修炼，毕竟我们相识一场，你还带我找到这么一个好地方。陈平笑着说道。风仙一听，顿时兴奋不已，拉着陈平直接跪倒在地。苍天在上，厚土在下，今日我与你叫啥名字？我叫陈平。陈平懵逼地说道。今日我与陈平结为异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……前辈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陈平赶忙拉着风仙起身，自己还很年轻，将来还要授予天齐，这风仙都活了多少年了？陈平可不想跟着风仙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结为兄弟了，你喊什么前辈，多生分呀！以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了。风仙说完，朝着陈平一抱拳道：大哥啊！陈平瞬间愣住了，他怎么成了大哥了？这风仙比他不知道大了多少，自己咋就成了大哥？我们结为兄弟，不以年龄论大小，要按照实力。你的实力比我强，你当然就是大哥了。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风仙说着，就给陈平跪下了。陈平赶忙上前拦着，前辈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大哥，你不认我吗？你若不认我，我就不起来。风仙跪在地上，一脸认真地说道。不是，我认，我认，快点起来吧。陈平无奈。大哥，风仙喊了一声。小弟，快起来吧。陈平只能喊了一声小弟。
风仙这才高兴地起身，大哥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我，在犀牛城我还是有些面子的。别看我在这炼狱场待了数百年，可一提我风仙的名字，无人不知。好，那我先离开这里吧。陈平点了点头，而一直通过铜镜观察的牛虻，也被风仙这能屈能伸的架势给折服了。这个家伙竟然直接给陈平跪下当小弟了。哼，没有骨气的东西，为了蹭人家的法宝，竟然认作大哥。牛虻冷哼一声，随后大声喊道：来人，准备传送阵，我要去炼狱场迎接我大哥。牛虻在见识到陈平那阵魔塔之后，已经不想着怎么收下陈平了，他只想陈平能不能也收下他当小弟。就算能够在塔里待上1-2年，那也是能够加百年修为的。而此时在炼狱场外一直等着陈平的白毅显得有些焦急，他怕陈平在炼狱场出什么事情。毕竟陈平实力才华先进，而且还进去这么长时间了。就在白毅焦急等待的时候，突然炼狱场前的一片区域冒起了一片白光，紧接着牛虻带着10几名侍卫在那白光之中出现。炼狱场的守卫还有那工作人员大姐见状，纷纷跑了过去，跪倒在牛虻面前。不知道城主驾到，属下该死。那工作人员大姐颤抖着身体说道，好多年城主都没有来过这里了，毕竟这里距离城主府太远了，虽然有传送阵，但是需要耗费很多资源，所以牛虻很少来。今天突然到来，让这里的很多人都诚惶诚恐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白毅看到牛虻也是微微一惊，不明白这城主突然前来做什么。炼狱场中试炼之人可曾出来？牛虻对着那工作人员问道。